谢华裔合唱团的邀请，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给我这个机会和大家做分享。今天我要分享的主题是聆听诗与词。那这个阅读屋到底是做什么的？这是阅读屋开课以来我回答的最多的问题，我也先在这里给大家大致解释一下。首先，我觉得读书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一介书生女，一枚文艺痴，这是我给自己的一个描述。作家三毛有这么一段话，我想和大家分享。读书多了，容颜自然改变。许多时候，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都成为过眼烟云，不复记忆。其实，它们仍是潜在气质里，在谈吐上，在胸襟的无涯，当然也可能显露在生活和文字里。我也很喜欢宋代词人苏轼、苏东坡的这一句腹有诗书气自华。这句诗呢，出自于他的和董传留别里面的一句。原诗当中这一句的前一句原本是粗增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形容他的朋友董传虽然在生活当中身上包裹着粗衣劣布，但是呢，因为胸中有学问，气质自然光彩夺人。那后来的人觉得粗增大布裹生涯这一句太过朴实，太过简陋了，就换上了我们所熟悉的另外一句胸藏文墨虚若谷。这个是后来的人为了和前面的腹有诗书气自华对仗加上去的，并没有查出具体的出处在哪里。胸藏文墨虚若谷是对虚怀若谷这个词的扩写，形容这个人非常虚心，心胸开阔。那我们脱开诗当中赞扬董传的语境，单独来看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意思，就是那些勤于读书的人身上总是会有一种儒雅之气自然地流露出来，使他们看起来与众不同。读书可以将诗情画意融入生活，让我们成为一个有温度、懂情趣、会思考、有内涵的人。所以我说，读书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那我为什么会创办这个阅读屋？我们在阅读屋里到底做些什么呢？首先，我是想用这些年积累的对于阅读、朗读的知识和对播音主持的一些实战经验，来带领大家好好的说好普通话。另外呢，希望通过阅读屋里面的阅读和朗读，慢慢培养大家对阅读的兴趣，进而进一步的提升个人的品味和修养，给自己一个更大的工作或者生活的舞台。但是呢，普通话也好，阅读、朗读也好，都只是一个良好的工具和途径。我希望能够通过阅读屋的阅读和朗读，能够把放下多年的书捡起来，来一起好好的品鉴和赏析这些名词佳句、美文美篇，学习和拓展文学、艺术相关的一些知识，拓展自己的视野。人和人最大的差别是思维，读书有助于改变思维，帮助思考。聆听是对知识的扩展，朗读是一种思维体操。那我们通过聆听、朗读，去仔细的品味、思考文字后面的美和深意，让内心越来越有内容，越来越有积淀，最终是会表现在谈吐里。我只是希望能够通过我的方法，我的努力，给大家一个启发，一个亮点，一个学习的发力点，激发出大家对文学艺术的热爱和追求。也许有朋友也会对阅读屋为什么取名叫环佩叮当阅读屋这个名字感兴趣。那我来解释一下。环佩指的是身上带的玉石之类的配饰，而叮当则是音乐的那种脆响声。环佩叮当这个词的本意是形容家人群聚生风，款款而来，身上所佩戴的事物它发出的叮叮当当的音律，
清脆悦耳。那在娴静当中又平添了一份娇丽，是一幅很美的画面。而我觉得朗读也是这样，书本是一种温润婉约的，可以随身携带、随手可翻的不可或缺的配饰，而朗读又是一种富有音律的金玉之声，所以呢，我就用了环佩叮当这个词来命名这个阅读屋。那在一些古诗词当中就有关于环佩叮当的描述和记载。在先秦诗经国风当中就有有女同行，颜如顺音，将翱将翔，佩玉锵锵，比美孟姜，得音不忘。顺音呢，指的是木槿花，也就是芙蓉花。将翱将翔形容的是女子的步履轻盈，翱和翔都是飞翔的意思。后面的佩玉锵锵，也就是铿锵的锵锵，就是玉石相互碰击摩擦以后发出的声音。孟姜指的是姓姜的一位长女。姜呢，它是齐国的国姓，排行最大的叫做孟。男子排行我们都知道哈，伯、仲、叔、季。那女子的排行呢，就是孟、仲、叔、季。传说当中，哭倒长城的孟姜女，她姓姜。那孟呢，表示她排行老大。那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当年把长城给哭倒的是一位姜家大小姐。那后来呢，孟姜也作为美女的一种通称。得音不忘的得音，就是美好的品德和声誉的意思。那这句古文的意思就是，有一位姑娘和我一同前行，容貌就像花一样，体态轻盈如飞鸟，珍贵的佩玉清脆叮当。她是美丽的姜姑娘，举止娴雅又大方。还有明末清初的女诗人商景兰，她在《烛影摇红·咏追堂怀旧》当中写道：忽思量，时光如箭，歌声缭乱，环佩叮当，繁华未断，游赏池台，沧桑顷刻，风云幻。咏追堂的追，古书上指的是伯姑，这是一种天快要下雨，或者说是天刚刚晴的时候，常常在树上咕咕叫的一种鸟。翩翩者追，在飞在下。那这句古文的意思就是，忽然想到时光如箭消逝，歌舞之声缭乱不堪，美人的环佩叮咚作响，江山繁华一片，游赏亭台楼阁之间，沧海桑田瞬间如风云变幻了。这里的环佩叮当就是指美人的环佩叮咚作响。那现在我们再来体会一下这一句游赏池台，沧桑顷刻，风云幻。在疫情肆虐、国际关系突变的今天，大家想想，是不是用这句词来描写，是不是也是很贴切的呢？所以即便是同一句诗词，由不同的人或者同一个人带着不同的心境去读它，都会有不同的体会和共鸣。这就是文学的魅力所在。那今天呢，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首诗和两阙词。